眼看就可以治那个梅妃的煞气，结果没想到她竟然怀孕了。唉，现在好了，整个皇宫都拿她当宝贝。梅妃娘娘不懂厨艺，她怎么知道把芸豆糕冰镇起来呢？对啊，哎，凤儿，凤儿，当时明明是你在点心局说，冰冻的龙凤糕更好吃，而且还解暑，可是我也没有见你去御膳房取冰块啊。哦，其实当时，感情那时候你压根儿不是说给我们听的，而是故意传错误的情报给景兰宫那些势利眼儿。你们以为自己的计谋就天衣无缝吗？公公吉祥。公公，你是不知道，梅妃娘娘他们做的芸豆糕硬得像石头一样，还把太后的牙给硌了呢。你们想过没有，梅妃冰镇以后，如果自己尝上了一口，会是什么结果？那梅妃就会发现冰冻的秘密，也就不会把那样的芸豆糕交上去了。所以你们还敢在这里沾沾自喜？哼！若不是拔家叮嘱孙管事掐算好时间，最后才让云潭拿走冰块，梅妃和御厨没时间品尝，这才使他们颜面扫地。以后在设计别人的时候，前前后后要想清楚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还有，梅妃并不可怕，太后才是最厉害的角色。你们三个给我听好喽，以后给咱家多长点心眼儿。公公，夫人有件事想问您，梅妃她是真的怀孕了吗？咱家已经派人去净室房查验，如果她敢玩此损招，不是人才，就是蠢才。这4个月，你查过净室房的记录没有？回皇上，臣查了半年来净室房的记录，根本就没有梅妃的名字。那怎么突然之间有了朕的孩子？皇上，不知您是否还记得，有一回，您在大悦春秋府喝醉了，回来的时候听见梅妃正在弹曲，您就留宿在了景兰宫。过了2天，您才酒醒。小顺子，皇上，小顺子，在这儿。皇上，我在这儿。啊，丹寻呢？这今天特别开心，今天一点没喝多，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来，你看这真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看这，今天我真没喝多，这没事，没事，我醉了。皇上，朕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若是让朕发现你骗我，10个太后也别想救你。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请您保佑梅妃妹妹能顺利为皇上诞下龙子。娘娘，梅妃一向与您不和，为什么您还要为她的孩子祈祷呢？人与人合不合，靠的是一个缘字。她与本宫都是皇上的女人，自然就是姐妹。皇室后嗣堪忧，所以不管是宫中哪位妹妹能为大明开枝散叶，本宫都会将她的孩子视为己出。彩月就是佩服娘娘的宽宏大量。现在梅妃有了身孕，本宫主动向她示好，是希望她能明白
本宫从来没有与他争夺的意思，以后也不用处处算计着过日子。对了，你觉得本宫还应该做些什么？既然娘娘有心想与梅妃示好，倒不如熬一些汤药或者养生粥，一来安胎，二来拉拢姐妹情谊。你这个主意不错，那你去准备一些食材和药材，记得事先问过御医，看看哪些药材有益，千万不能动了胎气。本宫要亲自下厨。是。妹妹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妹妹，你不用起来。如今你怀有龙胎，一切应当小心谨慎才是。姐姐对我可真好，先前妹妹多有得罪，还望姐姐不要介意。妹妹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既然以姐妹相称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如今也应该一心一意侍奉皇上才是。姐姐说的是。这是本宫亲自为你熬的碧梗粥，补血养气，安神安胎。妹妹，快趁热喝了吧。来。好烫啊！凤儿，皇上，你今天不生气了吧？没有。你肯定有。你听我说，凤儿，我跟梅妃的事情我真的是记不清了。我跟你发誓，我发誓，自从我把你带进宫以后，我所有的妃子，我从来没叫一个过来。你笑了，你笑就说明你不生气了。你不气我了，对不对？凤儿本来就没有生气，皇上坐拥3宫6院，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是凤儿太小气了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改的。而且梅妃怀孕本来就是一件喜事，凤儿应该高兴才对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不看不是吧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比赛的事情。如果我输了的话，会连累燕儿跟雪儿的。小傻瓜呀！我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有能力保护你的。既然凤儿赢了，凤儿想要什么赏赐呢？没什么特别想要的。绫罗绸缎、稀世珍宝没有一样？不想要。果然我的凤儿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这样吧，我赐你一个愿望，等你什么时候想到了，我满足你，好不好？皇上，不好了，皇上！干嘛慌慌张张的？梅妃娘娘小产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贵妃娘娘好像误食了马齿苋，这味药有孕不可食，若是不小心服下，会导致流产呐。马齿苋。自从梅儿怀孕以后，景兰宫的食物一直有专人配制，怎会出现马齿苋这类通窍滑胎之物？是谁要害我大明的骨肉？皇上，梅妃，是臣妾对不起皇上，我们的孩子，臣妾没能保住。梅妃，你告诉朕，你今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今天不会的，他不会害我的。谁？皇上，你不要问了，臣妾不可以说的。有哀家和皇上替你做主，你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求太后娘娘为我家娘娘做主啊！我家娘娘最近胃口不好，极少进食。可是今天早上，皇后娘娘端了一碗碧梗粥过来。什么？皇后？皇上，你一直称赞皇后品行淑德，现在她害死梅儿的骨肉，哀家的第一个皇孙，你准备如何处理？我可怜的孩子，皇上。如果真的是皇后干的，朕绝不姑息。朕就废后。传太后娘娘口谕：元清皇后心肠狠毒，残害皇嗣，自即日起，软禁坤宁宫，不得踏出半步。皇上，臣妾不曾害过任何人，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？皇后姐姐，这是我给你做的龙凤糕。是你呀？他们怎么会让你进来？哦，夫人有这个，是皇上赏我的，方便我进入皇宫里任何一个地方。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该来看我。我犯下的罪，并不想牵连你们。姐姐，我跟皇上都是相信你的。可事实胜于雄辩，那碗粥的确是我亲手熬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会有马齿苋。姐姐，你别担心，凤儿一定想办法查出事情真相。对了，彩月呢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太后娘娘下了懿旨，说不准坤宁宫里的太监和宫女接近娘娘。他们受委屈了，跟着我又吃苦头了。好妹妹，你能答应姐姐一件事情吗？姐姐尽管说，只要凤儿能做到，一定全力以赴。你要帮我照顾好皇上，要劝他勤于政事，不要让他失去信心。我会尽力的。皇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皇上，你要帮我照顾好皇上，要劝他勤于政事，不要让他失去信心。
不要耽于声色。若是能得到一个贤能之人，要认真听取他人的意见，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。这话我不传。要说，皇后娘娘自己跟皇上说。恐怕我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姐姐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皇上是相信你的，我也是相信你的。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被人看见，终归是不好的。凤儿不怕，凤儿留下来陪皇后娘娘。我累了。姐姐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先回去，你一个人休息一下，我有空就过来看你。好，知道了，你去吧。彩月，对不起娘娘，本宫待你一向不薄，没想到你却背叛了本宫。彩月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，宫中的斗争险恶，娘娘比我更清楚，请娘娘原谅。太后驾到！臣妾身子不便，不能给太后娘娘请安，还望娘娘见谅。你在哀家面前还装什么装？哎呀，姑母，人家刚才可真的以为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呢。你呀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如果不是哀家暗中帮你，你如何收场？好啦，姑母，不要生气了。姑母，你看，现在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呀，哀家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不过现在的形势倒是顺了哀家的意，也许哀家还可以帮你一步登上皇后之位。臣妾谢过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对臣妾的大恩大德，臣妾一定会铭记在心的。姑母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
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让他陪着我，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。夏儿，太难为你了。皇后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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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你干什么？你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快抓住他！他杀了皇后娘娘！走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放开我！皇后死了。最后看见皇后的人是谁？是凤才人，但是奴婢已经派人把他们3个都抓了。很好。谋害皇后可是大罪，哀家最讨厌后宫被搅得血雨腥风。传令下去，务必让他们3人招供。是。你放开我！你们带我去哪儿？雪儿，凤儿，燕儿，这什么地方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要见皇上。进了岁寒宫的人还妄想见皇上，再嚷嚷我就封了你的嘴！你凭什么关我在这儿啊？至少给我个理由啊！你们3个人毒死皇后娘娘，还敢这么嚣张？太后就应该将你们3个小蹄子即刻斩立决！走。燕儿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！若不是受你牵连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你害死皇后娘娘不说，还要拉上我跟雪儿陪葬。燕儿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皇后娘娘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。凤儿，你去坤宁宫的时候，有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哪怕是很小的细节。我去坤宁宫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我去的时候，倒是一个人都没看见。按理说，皇后娘娘的寝宫，至少会碰到几个侍卫、跟宫女什么的吧？这就对了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是谁杀死了皇后，他们只是想借皇后的死，来铲除我们3个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被困在这个鬼地方。雪儿，燕儿，我听说这里是后宫私设的监牢，原先犯了错的嫔妃、淑女都会被关到这儿来，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有来无回。那这里岂不尽是些孤魂野鬼飘然来去的？这也太瘆人了吧！
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的死跟我燕儿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不怕你们。你还是省省力气吧，活人都斗不完，死人有什么可怕的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皇后娘娘她宅心仁厚，会有谁想加害于她呢？放心吧，皇后一死，宫中必然大乱，会有人比我们更着急，要查出真凶。真不知道你小子是运道好还是运气差，刚入宫没几天就遇到一个大案子，人手不够，只好派你们执殿监的人来帮忙了。多谢曹公公栽培，小的愿意跟着您学做事。奉刘公公之命，彻查坤宁宫所有宫女太监的厢房和通铺，搜查期间任何人不得出入。违令者斩。这么说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坤宁宫所有人被软禁的时候，只有彩月姑娘没了踪迹。回公公，彩月姑姑是坤宁宫的掌事宫女，小的可不敢撒谎啊。照这么说，凤儿姑娘送进去的点心没问题。彩月的嫌疑最大，你是不是看见彩月把点心盒给调包了？啊，没有啊！放肆！咱家说让你看见，你就得看见；咱家让你怎么说，你就得怎么说，一个字也不能多，一个字也不能少。什么人胆敢擅闯司礼监？公公恕罪，小人是执剑殿的小名字。曹公公要我来通知公公，皇上有要事召见。如果不是皇后被冤枉，软禁在无人看管的坤宁宫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？皇后害梅妃滑胎是一码事，被人下毒是另外一码事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。哀家当日将她软禁，是为了让皇后面壁思过，谁知道她竟会遭此毒手。既然凶手已经抓获，皇上为何不趁早斩了这3个毒妇？皇后和凤儿情同姐妹，她怎么会下毒？食盒里的龙凤糕就是最好的物证。至于人证，侍卫闯进去的时候，坤宁宫的掌事宫女彩月已经指认了凤才人就是罪魁祸首。皇上，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母后，你已经先入为主了。就算朕现在拿出多少的证据来，你都会认为是他们3个人干的，对不对？皇上，柳木，臣在。朕命你全权处理此事，务必查出真凶，以为皇后在天之灵。臣接旨。太后年事已高，皇后又刚刚薨逝，后宫正沉浸在悲痛之中，暂不宜操劳此事。皇上心疼哀家，哀家心领了。但是后宫的事，哀家有责任在。哀家不便出面，那么就派梅妃代表哀家，助刘公公一臂之力。这饭菜能吃吗？喂猪还差不多。这里冷得要死，我们要被褥，要热汤。死到临头了，要什么被褥热汤？告诉你，进了岁寒宫的人，从来就没有过全心全影的出去的。你们到底是谁的奴才？我们3个好歹也是皇上册封的嫔妃，你们这么做就不怕皇上责罚吗？皇上，呵呵，他可管不到这儿。你们就等着太后娘娘的懿旨吧。太后娘娘凭什么管我们？小贱人，今天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们。这饭爱吃不吃，来人，拿走。哎，慢着，
我们吃。要吃就乖乖的给我吃，吃完闭嘴。再敢出言不逊，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走。不管这饭菜好不好吃，我们也得填饱肚子，保存好体力，再想办法出去。凤儿，给他吃什么吃？都是他，他还有脸吃。燕儿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就算我们3个没有去过坤宁宫，他们也会想其他的法子来陷害我们。你不要再怪凤儿了。死老太婆，只要我燕儿活着出去，一定叫她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实在受不了任人摆布的低贱。总有一天，我会爬到权力的最高处，让所有加害我的人，通通都去死。燕儿，是我错了，我以后长点脑子，学聪明点，我再也不给他们机会陷害我们了。我以后保证不再连累你们了。燕儿，你别生气了，我错了。好啦，我们大家都别怕，刘公公想方设法的把我们送进宫，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咱们丧命的。对。所以说，只要我们耐心等待，相信他一定可以救我们出去的。刘公公只是把我们当棋子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关键时刻牺牲掉我们3个又算什么？这种时候啊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，靠自己才能吃饱饭呀！快，凤儿，吃饱了才能继续骂我啊。